庆功宴最重要的是洛枳跟百丽，他们两个都没来，算什么庆功宴？等下莫寒一回来，我总不能让钱后任在这狭路相逢吧？反正我觉得你还是得好好感谢一下百丽，又不是女朋友了，帮忙也不是义务。再说这是庆功宴，也不是你带新女朋友炫耀的场合。你是不是说了什么他们才不来的呀？老生，我真的有再三邀请洛枳，但他执意不肯来。至于百丽，这场合真的不方便，我保证私下一定好好请她，我保证。你别说我呀，洛枳也不是你什么人，干嘛那么费心帮你呀？乐乐，这2天降温冻得厉害，你这个房间小，一会儿就能暖和。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自己做就行了，你就别操心了。你赶紧回去休息，明天还要看爸呢。乐乐，你这次回来，我觉得你没有上次开心啊。你最近在学校没事儿吧？没事儿。行。那妈去睡了，你也早点睡。哦，对了，明天奶奶家的人应该也会去。我想趁他们还没到之前先过去，能避就避，反正见面都是尴尬。早点睡，晚安。这里很美，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。容许我炫耀一下，其实我很想念你，不只是当我在远方，可是我不能说。洛枳同学，恭喜你获得本届振华高中的学生大使代表。不是还有一个同学没有报告吗？盛淮南同学刚刚已经主动弃权，放弃了本次的甄选。到最后，破碎的心情还是要自己保存。为什么不来庆功宴？你在哪里啊？真不打算回我信息了？来是这个。听说一会儿隔壁的现任女友也会过来，就是会拉大提琴，眼睛长在头顶上那个。是啊，叫什么陈墨寒来着？我也觉得他特别拽，除了隔壁谁都不爱搭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人他出名。别说了，你干嘛呀？先吃饭，吃饭吧你啊！都给你，都给你，来。隔壁。可酸来了，来，我帮你拿。刚刚练琴去了。各位同学，介绍一下，我女朋友陈墨寒，著名大提琴演奏艺术家，大家掌声欢迎啊！好，欢迎！来，这事，刘烨，你小子行啊啊！
好看呐。这怎么了？吃吧你。我说几句怎么了？坐吧。哟，主席来了，大家欢迎！啊，大家欢迎！主席好，主席好，主席好，主席好。那个，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，这次呢，咱们学生会啊，能圆满的完成这次国际性大活动，多亏了咱们的功臣啊，在关键时刻，百丽向咱们推荐了洛枳啊，这才得以圆满啊。所谓是过河不能拆桥，这吃水不能忘了打井人，所以呢，我这不把咱们的功臣就带来了。哈哈哈，那个百丽啊，哎，你呢就坐这儿啊，来，坐。哈哈，师哥，你坐这儿吧。啊，这年底啊，聚餐太多，时间来不及啊，我敬大家一杯吧，福。啊，来，隔壁，来干杯！啊，不喝算了，来，咱们喝，来，吃好喝好啊，来，吃好喝好啊，哎，好嘞，这就好喝呀。大家慢慢吃啊！好，来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百丽，要不然隔壁，我有话要跟百丽聊一下，你们继续。那百丽你就先过去一下吧。走吧。坐。别生气了，莫寒，我真不是有意的。我保证，再也不会让他出现在你面前。我没想到陈永乐他能，我真的错了，别生气了。百丽，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洛枳呢？我给他发信息，他都没回我。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们。洛枳呢？哦，洛枳回哈尔滨了。回老家了？我觉得我在这待着也没什么意思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坐。考完雅思，我才刚跟他通完电话，他也没说他要回去，什么时候回来你知道吗？盛淮南，你觉不觉得你关心洛枳都特别表面啊？你生病的时候，洛枳屁颠屁颠的跑去给你买粥，他摔了一跤，洒了一身，还崴了脚，还硬撑着跑去给你买第二碗。洛枳生病的时候呢，你呢？你来过我们宿舍吗？你关心过他吗？你还没有你的好兄弟张明瑞好呢，他上上下下的嘘寒问暖。我们在帐篷那会儿的时候，你给他买饮料送夜宵，那不也是因为洛枳在帮你做账吗？你知道吗？洛枳在我面前没有说过你一句不是，他甚至觉得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是他自己的错。不是我说啊，你要是心里不在乎的话，你嘴上说那么多干嘛呢？
我出去一下。江婉丽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就赶紧说吧，天儿挺冷的，我要回宿舍了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江板丽很简单，戈壁不可能再回头找你。如果你再这样不要脸的纠缠下去，我也不会任由你觊觎我的东西。陈梦涵，那我今天在这儿也把话给说清楚了。反正我现在已经破罐子破摔了，我做所有的事情，我只求自己不后悔。所以呢，你最好还是把戈壁给拴紧点儿，没准哪一天我们又在一起了。别看了，说不定人家没看到手机呢。他说，你是他惨淡青春岁月里的一道光，他追逐你的背影，希望自己成为更好的人，成为可以配得上你的人。不管你再怎么冷落他，让他受伤流泪，他还是奋不顾身的希望你一切都好。傻孩子，他毫无保留的爱你，一点都不知道。原来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是这么难的一件事情。我不知道需要说多少次对不起，才能让洛枳知道我真的很在乎他。老尚，哎，淮南怎么走了？老盛，苏小姐，哎，你赶紧去看看。老盛，老盛，你去哪儿？啊！你别跟着我了，我要赶回哈尔滨。你这个点你怎么去啊？我搭最晚一班飞机去。你这也太感人了吧！跨大半个中国去找洛枳啊！我感觉洛枳最近老躲着我，有些话靠信息他说不清楚，所以我就想当面问他一句，我跟他还有没有可能？首先我是支持你的，再者我还是想问一下，如果洛枳的回答是没有，你会怎么做？怎么做？路上再想吧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我就祝你凯旋。走了，等你啊。这里的风景这么美，你爸的骨灰撒在这里，也算是入土为安了。爸，好久不见。老公，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？洛洛去年考上大学了，冬天就没有回来。今年特意回来看看，咱们女儿都能自己挣钱了。
我现在这个工作也比之前那个可心多了，整个家就差你。爸，我不是故意不来看你的，只是你当时走得太匆忙，我一直都很想问你，如果你真的在天有灵，当时我们被别人欺负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帮我们？陆毅，没怨你爸，至少我们走过来了，日子也这么过了。哟，单位的电话，乐乐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旁边接一下啊，一会儿回来。算了，反正也没什么急事儿。妈，我一会儿先去把手机送到店里修，还想顺道回高中看一看。我们先回去。也好，那我就回家做好吃的，等你回来。
洛芷，为什么我打你电话都打不通啊？你要是不想接我电话的话也可以，那你给我发个信息报个平安就行了，好不好？洛洛，我老觉得你有心事，你是不是交男朋友了？刚才是不是要给男朋友打电话呀？说什么呢？我的心事就非得是这个呀？其实以前高三我收拾你桌子的时候吧，哎，我先说明白啊，我没有偷看你日记，掉在地上我捡起来，瞟了一眼我就没有再看。大致上是跟一个男生有关。真是，瞟一眼就知道跟男生有关。我们真应该去学地质勘探，省得别人挖了，看一眼就知道地下埋的是什么。我真没有仔细看，瞟一眼能看到很多关键词的。就比方说你日记里的那个他，是妈认识的吗？妈，你真是越描越黑了。妈，这些年你真的不怨爸爸和奶奶吗？还有那些亲戚们。我爱你爸爸，我对他和他家里人好，也为了你做了能做的一切。苦是苦，可我没有愧疚，也不怨。这2年去厦门读大学，不在家里，妈老想着过去的事儿。以前咱们娘俩总是被人欺负，还有那些没有解决的恩怨，总怕耽误了你。洛洛，你要是有喜欢的男孩子，就算那个人是盛家那孩子，妈也很高兴。别顾忌着我们不敢去追求自己的幸福，知道吗？这才是爱吧。一直以来，是我自己太计较利弊得失，所以才会受伤。这一刻，我突然很想坦诚，我喜欢的那个人，就是他们家的孩子。我不想再管上一辈的恩怨，也不想再背负着妈后半生的期待。但现实终究是现实。就算我跟盛淮南交往，我们还是得面对2家解不开的结。淮南，淮南，这么巧啊，你也赶在圣诞节回来看冰雕吗？既然遇上了，就一起过个圣诞节吧。我是来找洛芷的。洛芷没有来学校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来学校看老师，待了半天也没见到他。淮南，从座谈会那会儿你就一直躲着我，咱们至少还是朋友吧？你就一点都不想知道我们当初分手的真正原因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过完年我要去伦敦留学了，也许就不会再回来了。你要是现在不想听，可能就永远都不会知道了。现在说这些也没意义了，我去别的地方找一下，不聊了。盛淮南，其实咱们分手跟你姑姑有关。
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当年，我爸爸虽然已经有了家庭，可是他为了出人头地，拿到更多的资源，还是利用了你姑姑的感情，害得你姑姑被赶出家门。没想到吧？那个时候，我们都还没有满10岁。后来，我妈得了抑郁症，再后来，她就自杀了。不完全燃烧的话，方程式是奇怪。怎么系数老是配不平啊？同学，你硫化氢分子式写错了。这里是我和盛华南长大后拥有最多回忆的地方，但在那场告白后，这里已经没有秘密了。后来才发现，他们之前是这么亲。同学，帮我叫下你们班叶展言。谢谢啊。盛淮南城，海南。洛枳，我真的想不明白，既然你已经知道洛枳家和你们家过去的人，也知道这些年他暗恋你的小心情，你为什么还这么关心他？难道感情是两人最私密的事情？洛枳他是不是带着恨来接近我不想知道，但是我唯一能确定的是，他是唯一不求回报的在我身边。这也是我认为他的真心，所以我也会用我的真心对待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
我临时家里有事儿，所以回来一趟，顺便过来看一看。你不是跟我说让我回振华找你，说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，专门来看我的吗？可是画室在楼上啊，而且今天是周日，除了自习或者住校的同学，根本没有人会来的。走吧，去我画室看看我最新的作品。哎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以前咱们在走廊偷看漫画书，盛淮南笑着走过来，大家都特别激动的样子。你倒是挺淡定的，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你跟我一样，对盛淮南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没想到藏得挺深啊。怎么突然提到这事儿了？说吧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其实这件事情困扰了我挺久的了。原先我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喜欢盛淮南，直到我上了大学遇见了一个人，才发现我喜欢的是洛阳。有意思。本来我以为我要绕多大的一个弯才能捅破这层纸，没想到你直接说出来了。你应该知道我哥是个要结婚的人，你不觉得很不恰当吗？洛枳，你觉得洛阳跟陈静在一起是真的快乐吗？你自认为你很了解洛阳，但这都不代表洛阳的想法。没有人能够替别人决定人生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尊重洛阳的选择。你自认为做的那些是对他好，就强迫他接受，这不也是另一种压力跟控制吗？真正的喜欢，不应该是看着他走向他选择的，你深深的祝福他。所以洛枳，如果盛淮南最后没有选择你，你也会大大方方的放手，并且真心祝福他吗？阿南，撇开上一代的事，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起了吗？你就真的以为洛枳就能顺利的跟你交往？来看看，气球，气球！哎，这个好看，哎，要紫色的。
谢谢你的关心，还特地跑一趟。你看啊，现在也到饭点了，我饿了，陪我一起吃个饭吧。好不容易才回来一趟，我挺想念家乡的味道的。你以前振华读书的时候最喜欢吃哪家？我放学都回家吃饭，没有人约我。那刚好，现在咱们把以前没吃的都补回来。难得回来一趟，我该回家了。哎，你就当我找了你一天了，担心了你一天，就陪我吃一顿饭吧，就一顿。我早上到现在就喝了一杯咖啡，挺饿的。哎，走。我自己会走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那，你跟着我。今天找你的时候，我突然很后悔高中没有认识你，不知道你家住哪儿，也不知道你要好同学的联系方式，所以我决定以后我们一定要多相处，这样才能更了解你。我家住哪儿？我要好同学的联系方式，你可以回振华问老师。我回振华找你了。但是我在校门口遇到展言，他说你没回学校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说有事跟我说，我们就去了咖啡馆。那你也不像你说的，你一整天都在哈尔滨转着找我呀。那天庆功宴你没来，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也不回，为什么就光给戈壁发信息？戈壁是活动主办方，我跟他说你也一样会知道。怎么能一样呢？展言找你。问我跟你碰面没？你们在咖啡厅都聊了什么？